房子前面为什么不能种桂花树？房子前面有桂花树的，要了解一下。因为夏天过热的时间太长的原因，今年的桂花基本上都推迟到了10月中旬才开始处处飘香。很多人热爱这个时节的原因也在于此，除了能够在开花时闻到令人心旷神怡的清新桂香之外，桂花本身还可以用来做各种精致的吃食。桂花如此令人喜爱，很多人却发现它们存在在各个街道的路旁，或是小区里，就是很少看到有人家房前种了桂花树。门前不栽竹，屋后不种树，相信很多人都听我们身边的老人说过这句谚语吧。房屋前是可以种树的，既然可以，那选择桂花树的好处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了。比如每年到了深秋季节，整个房子就会被桂花香气萦绕不散，完全可以叫做纯天然香薰。等到花瓣成熟，可以摘下来晒干泡茶入药，或是做成各类桂花味道的点心，香甜可口。哪怕没有这些好处，桂花树在深秋，桂花随着金黄色的其他树叶掉落在地上，同样也是一种美景。这是因为民间还有另外一个关于房前种树的说法，那就是宁栽10棵枣，不种桂花树。桂花树几乎是可以取得全民好感的树，为什么不能被种在房屋前呢？你知道其中的深意吗？一、唯心论角度。我们的老祖宗们在历经了几千年的文化洗涤过程里，沉淀了很多神秘又令人生畏的普世道理。这些道理就像上文所讲一样，在被世人熟知的过程里，会被简化成各种极好理解又易背诵的谚语。这些谚语会经过民众世世代代的口口相传，变成大家约定俗成的规矩，严格遵守。而风水之说就是其中的一种，尤其是在建造新房子或是选定某类建筑的地址时，风水问题都是首要考虑条件之一。哪怕是在自己家房屋面前应该种什么树这种看起来很小的事，同样也需要遵循基础风水的忌讳。桂花树就是其中的一项忌讳。首先，桂跟鬼以及鬼同音了，这一点就足以让人觉得桂树不吉利了。哪怕是不在意桂树的名字，桂树的生长特性也同样会让人忌讳。因为好栽种，易生长，桂树只要有足够的条件，就会长得十分高大茂盛。风水学上，活人住的房屋叫做阳宅，阳宅主人想要兴旺平顺，需要足够的阳光以及空气流通。高大茂盛的桂树长在屋前，会吸取走原本属于阳宅的阳光和健康的空气，这样在风水学上是十分不利的。再详细一点理解就是，如果房屋内阳光空气被遮挡，那住在里面的人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理的健康都有可能受到影响。另外，如果桂树恰好还挡在了进门的路上或是窗边，还会被认为挡住了主人家原本应该有的财运等。现在很多人都是无神论者，会觉得所谓的风水之说都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不值得相信的。当我们在修建房屋或是布置房前屋后的时候，所追求的除了实用等功能外，还希望能够尽量吉利。既然桂花树有可能会导致不吉利的事情发生，为什么要去赌呢？更何况从现实角度来说，桂树也同样不太适合种在屋前。二、现实角度来看，从现实角度来看，桂花树是一种很容易生长起来的植株，而植物的生长需要从土壤中吸取足够的养分。如果栽种在房屋面前，桂花树在不断的生长过程中吸取的就是房前一整块地的土壤营养。如果只想要栽一棵桂花树，那基本上无碍。但如果再想栽种其他花草树木甚至蔬菜，或许就都会被抢走营养，无法正常生长了。桂树作为有名的深根系作物，其根系不光会达到很深的地方，侧根和须根同样很发达。如果栽种在房屋前面，这些侧根和须根在土里会生长到什么地步是无法预料的，这对于房屋的地基稳固是一个较大的风险。相应的，在房屋周边种树都应该尽量避开根须会过多过长的植物，以防患于未然。桂花树如果长在街道两旁或是公园里，会因为枝繁叶茂而形成一片天然的林荫地，有阳光的时候站在下面会感觉非常舒服。但如果这种林荫是在自己的房子里面，甚至因为桂树是常绿植物，导致房屋常年都可能晒不到太阳，
加上树枝过于茂密，影响到前后通风，那长期住在里面的人所享有的生活质量就会大大降低。这一点和风水学上所说其实不谋而合，因为人想要健康，足够的阳光和空气确实是基本的必需品。桂花树在每年深秋季节会开花，并散发出浓郁的香味，让人不由得想要靠近赏闻。这些香气以及各种桂花的美丽颜色也会吸引各种小飞虫类聚集在桂花树周边。这些飞虫虽然很小，如果只是在街道或是公园里，对人也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但如果桂花树是种在房屋前，那飞虫自然就会在院子里乱飞，或是随着桂树飘进房屋里面，让人防不胜防。一旦我们的房前屋后甚至房间里布满这些飞虫，想要清理和彻底消灭是很难的。有经验的人都知道，看似渺小的虫子却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很大影响。想必没有人会为了想要一棵桂花树，每年忍受各种各样的小虫子在家里乱飞吧。哪怕是不信任何风水之说，从实用以及便利的角度来说，将桂花树栽种在房屋前都是不太明智的选择。3. 房前应该种哪些树？既然桂花树不合适，那房屋前种哪些树比较好呢？其实选择还是很多的。首先比较容易被人选择的是橘子树，不过因为其生长所需要的环境以及空气等特性，橘子树只适合南方种植。在中华文化中，橘子树一般都被用来在很多喜庆的场合作为添彩，因为象征着大吉。橘子本身因为形状长得圆而饱满，成熟的橘子更是颜色金黄，让人见之欣喜，所以一般橘子都会和团圆美满联系在一起。且橘子树不会长得太高，种在房屋前，哪怕是一整排，也不会影响到房屋的采光通风。第二种适合种在屋前的枣树，作为公认的财运的象征，枣树一直都是很多人种植的首选。在风水学上，枣树也有能够镇宅的特殊作用，因为枣树木是可以抵挡煞气的工具。枣子本身也是一种很有营养价值和美味的水果，其中富含的维生素等元素对人体维持健康十分有利。枣树本身的名字也很吉利，比如常常被用来为别人送祝福、早生贵子等。第三种树则是椿树，椿树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是长寿健康的象征，一般用椿树能活千年来为家人，尤其是老人祝寿。椿树还因为有春意盎然、春光明媚等寓意，从古至今都被很多家庭种植在房屋前做镇宅之用，甚至在古代，椿树还被很多人赋予了更多意义，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神树，其地位着实难以撼动。不过香椿作为一种有较大刺激性味道的食材，很多人无法接受，所以愿意种植椿树的人家不太多。第四种适合栽种在门前的是石榴树。石榴在很多文化中都被认为是生命蓬勃之树，石榴的果实一般都会多且满，所以当人们想要拥有美满和富贵的时候，都会用石榴来形容。当然，石榴本身长得就很喜庆，尤其是成熟后会给人一见就会红红火火的感觉，让人喜欢。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石榴在某些地区代表了长寿，在某些地区又能够指代多子多福。石榴是一种可以承载人们对亲朋好友大部分美好祝愿的水果，种植在家里屋前确实是再合适不过了。除了以上几种树，还有很多适合种在房屋前面的树，比如花椒树、葡萄、葫芦、银杏等，可以根据自身爱好选择。结语：桂花只是不适合种植在一般房屋的门前，如果种在房子旁边较远处，保证不会遮挡和影响到房屋的采光通风等是没有问题的。毕竟桂花树确实是一个很讨喜的存在，桂花甚至还能用来食用。需要注意的是食用误区，因为桂花只是一个统称，细分下来有几种不同的种类，比如金桂、丹桂、银桂等。有些桂花是不能吃的，一般可以食用的是金桂、银桂这种常见的桂花，但新鲜的桂花也不能马上食用。新鲜桂花需要经过浸泡、晒干或是糖渍等处理后才能够用来制作食物，这是为了去除其中所含的微量有毒物质。另外，公共场合掉落的桂花也最好不要食用，
因为其中很可能会有农药等药物超标的情况。桂花以及桂树都是好东西，只是需要我们种植得当、谨慎使用。